大家听这名字也知道，这个动作两手打开，好像墙壁一样封住对方，然后再去击打对方。所以这个动作呢，大家看的时候真的好像如风似壁。好，下面我们看这个动作的正面演示。我们做完转身搬拦捶以后，做如风似壁。左手沿右手臂下方翻转手臂，翻转掌心向上，右手也同时把拳变成掌，同时两手打开，左腿重心后移，翘起脚尖，将重心移到右腿，两掌收到自己胸前的时候，内旋手向下，掌心翻转向下，按到胸前下方以后就往前推按出去，重心弓到前腿，眼睛看前方。转身搬拦捶做完以后呢，我们左手沿着右手臂的下方外旋手是变成掌心翻转向上，同时右拳由拳变掌，也是掌心翻转向上。这时候后腿的踝关节放松，膝关节放松，髋关节放松，脸臀立腰，背往后倚靠，同时重心后移，两掌内旋手翻转掌心斜向下，按到胸前以后微往下沉按，再往前推按出去，按到胸的高度就可以了，力达自己掌根，重心过渡到左支撑腿，形成左弓步，眼睛通过前手往远方看，背往后撑，形成如风似壁的动作。好，收势。转身搬拦捶做完以后，我们便如风似壁。这个时候有的同学左手直接推出去了，这时候没有翻掌，那我们的左手一定是有一个外旋手翻掌，同时右手变掌。那么有的同学呢，在做的时候右拳不变掌，只是左掌变，然后再松右拳，这时候两手呢就有点不对称不协调，所以这个时候左手由右手臂下变掌翻转出师，这个右手由拳逐渐也变掌，两掌心均向上。那么重心后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出现了后脚又出现拧动比较多，这个是拧动。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后脚脚跟一定不动，踝关节放松，膝关节放松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脸臀离腰，但是重心后移的时候，多数人是出现右胯往后蹬，你看出现歪斜、凸胯、凸臀的现象。那我们这个凸臀现象是这个重心后移的时候，右臀部往外突出，对，这个时候身体出现这个向前倾斜。好，我们把它转到正方向。正方向的时候，我们重心后移的时候出现右胯外凸，走，大家从正方向看，右胯出现外凸的现象，我们要脸臀立腰，把这胯根收住，把身形调整中正。好，我们再转过这个方向来。这时候，右手从这个左手从右手臂下穿出，二如风似壁，两掌两臂往回引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一个回引的动作，两臂
对，前脚呢要有一个蹬展的动作，我们再来一遍啊。前脚一定不是松，一定要有一个蹬展，走，重心后移，后腿放松，前腿蹬，背往后倚靠。对，这个倚靠的劲儿要到自己的后背上来，倚靠的劲儿，敛臀立腰才会倚靠。如果我们塌腰、挺胸、凸臀，倚靠劲儿就没有了。所以敛臀立腰，背往后倚靠。对，好的，把两手收到胸间。这时候有的人挺胸。塌腰了，一定要或者身体后仰都会有，这时候一定不要后仰，保持自己身形的中正，含胸拔背，后背要有一个撑展的这种动作，圆背，含胸拔背，两手呢往下松沉沉按，掌心斜向下，就按到胸的高度就可以了，不要再往腹前走，然后直接向前推出去，做弓步。那么这个时候转过这个方向来，我们大家看做弓步的时候，最容易出现就是突胯，左胯外凸，因为你重心在左腿了，左腿感觉比较累了，他就开始找怎么舒服，那这个动作怎么来？这个时候出现错误动作，左胯根一定松沉，松沉的时候，你的力呢力点集中在我们大腿这个位置上，那大腿感觉是比较酸、比较累，是对的。这还出现什么呢？歪斜现象。往左往右都不可以歪，一定要注意脚尖的方向冲正前方，膝盖对准自己脚尖的方向。那我们两手臂呢一定要伸展，有的人手臂过短，好，我们再转过来。好，推出以后手臂过短，看这动作呢非常小，我们要舒展。对，杨氏太极讲究舒展大方，所以动作比较开啊，不是太这个小的动作，所以呢，大家舒展开，手往前去，背往后撑，有一个对撑劲，手往前去，背往后撑。那么气呢是要沉到丹田去，气往下松沉，千万不要架起来，你看，架起来不要，重心一定要到达自己支撑腿上来。那么这是如风四臂的动作。手势。如风四臂这个动作的攻防用法，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假设对方双掌同时向我推来，那么他推来的时候，我的两手一定要注意，从他内侧方去接手。接手的时候，微微的外撑，外撑的时候还要引进，把对方呢向我身体这个方向引进过来。那么引进过来以后，把它引进过来以后，我翻手变掌心向前，向他去推击去。那么我去推击的时候，推击他的胸部也好，肩部两侧也好，只要推击到对方身体，这个脚一定要跟进，穿到对方的两脚中间推击。那么这个时候他推的时候，也有的时候，比如他做双峰贯耳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来击打我的耳朵这个两侧啊，两侧耳朵。那我这时候一定要手可以高一点，高一点去，也是引他的这个两臂。那么因为他的力呢在自己手上，那么力一定比较大，所以我有一个外撑劲，接住对方的手，接住对方手以后引进，我才能去击打他。所以呢，前脚一定要趟进对方两脚中间，同时翻转手臂去击打对方。好，如风四臂的用法就讲到这里。我们做完斑斓捶做如风四臂的时候，大家注意，这个左手和右手一定要同时动，大家不要单一的动一只手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求太极拳是
一动无有不动，所以左手右手同时动。背往后倚靠的时候，从侧面看，一定要后背往后有倚靠的劲，两手有分撑的劲。那么这个是和前腿的蹬劲合在一起，不要很早翘脚。很早翘脚的时候，这力是达不到后背的，一定要前腿有分撑的这种蹬劲，达到自己后背去，达到两臂去。那么这个时候最容易出现这个突胯动作，练习的时候有歪胯现象，这一歪身体也歪了，你两手做的也不均衡了，一定要练臀立腰。那么我们做的时候，保持自己身形的中正，这个时候往下微下沉，两掌心向斜下方，然后就去推出去了。那么它跟揽雀尾里面的按掌稍有区别。揽雀尾里面的按掌动作呢，是一定要按到腹前，由腹前再按到胸前，所以它的按的幅度是比较大的。如风四臂呢，主要是引进对方，把对方引过来，引过来以后我就出击了，所以并没有下按太多。它不是按的这个手法，而是引进落空，然后把对方引进以后再去击打对方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方法是有区别的。如风四臂这个动作我们就讲到这里。